周星驰新片上映，最先忍不住的肯定是饺子导演。周星驰新片《功夫女足》里，迪丽热巴演的玉龙把地雕草，双手插兜，走路晃悠，浑身上下写满你管我的欠揍节奏，跟饺子的哪吒几乎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你说这是巧合？一个镜头岂能是巧合？两个镜头可能是致敬，但全套肢体语言加上同款神态，那就只有一个解释：星爷一个字都没说，但他用镜头把饺子当年扒他录像带的那些青春崇拜原封不动高规格的还了回去。这还没完，细心的观众早就发现了更炸裂的彩蛋，星爷这次亲自上手调整了玉龙的短发造型，那个发型轮廓，那个分线设计，你往前倒30年，1995年《大话西游》里的至尊宝一模一样，精准复刻。你说这是致敬？我觉得这个词太轻了，这分明是一个沉默寡言的偶像，用自己最擅长的方式写给粉丝一封滚烫的回信，信上就写了一句话：小子，我看见你了。信里演的是一群草根的绝地反击，信外演的是2部电影的逆风翻盘。你说这是巧合？我是不信的，但这还只是开胃菜，真正精彩的大戏才刚刚拉开帷幕。首先，哪吒那句见到欠揍的挑衅台词：你打我噻，你打我噻！你但凡看过九品芝麻官，立马就能反应过来。怎么样呢？我又跳出来了，站回去了。哎，怎么样？我又跳出来了，打我啊，笨蛋！那不就是方唐镜在公堂上跳来跳去的经典复刻吗？连语气词的尾音上扬角度都一样。还有太乙真人手里那本被他翻烂了的《神仙的自我修养》，这书名一出来，但凡是个影迷都得会心一笑。这不就是对《喜剧之王》里那本演员的自我修养的最高规格致敬吗？周星驰是什么人？不善言辞，极少公开夸同行，对媒体的夸奖永远礼貌而疏离，但他有一个雷打不动的习惯，他永远用作品代替语言，用镜头表达态度。于是饺子把偶像放进自己的作品里，藏了整整一部电影的细节。星爷看见了，不仅看见了，还看懂了。然后星爷把粉丝的致敬复刻进自己的新镜头里，饺子也一定第一时间就发现了，说不定在首映礼上偷偷红了眼眶。先说一个最根本的共同点，这俩片子骨子里讲的根本就是同一件事，只不过换了身皮囊。哪吒讲啥？一个生来就被权臣贪官认定是魔的孩子，所有人都盼着他死，结果他偏要靠自己的选择逆天改命，吼出那句我命由我不由天。功夫女足讲啥？一帮不被任何人看好的草根女足，缺资金没场地，受尽白眼，队伍濒临解恨，结果愣是靠着一身功夫和一股不服输的倔劲，一路劈到了世界之巅。一个是魔王转世，一个是大姐大妈砸牌军，一个扛冰山，一个踢足球，听起来八竿子打不着，对吧？但你把外壳扒掉，内核就仨字：不认命。巧就巧在2部电影在现实世界里的命运也跟开了复制粘贴一样，全是逆袭。本戏哪吒当年什么待遇？国产动画片，销成本制作，导演饺子查无此人。上映前影评人连写都懒得写，排片率低的可怜。结果呢，观众自发当自来水，硬是给他写了一个逆天改命的票房神话，狂揽50亿，直接捅破国产动画的天花板。功夫女足更戏剧化，周星驰上一部新喜剧之王口碑折戟，很多人带着周星驰已经不行了，江郎才尽的偏见走进影院。豆瓣开分6.6，一堆人唱衰，嘲讽声铺天盖地。结果呢，上映5天狂揽8亿，直接登顶2026年暑期档票房榜，口碑一路逆袭，打脸打的那叫一个响亮。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整部哪吒从人物神态到台词节奏再到肢体喜剧，简直就是饺子写了10几年，最后用动画形式寄出去的一封长篇告白信。每一个镜头都在星爷，我是在看你的电影长大的。周星驰用了他这辈子最浪漫、最体面、最符合他性格的方式，亲手写了一封回信。周星驰看到哪吒之后什么反应？全网都知道，他破天荒的在社交平台上连发10遍我要看哪吒，那股子急切劲儿跟催更的网友没半点区别。更离谱的是，他还亲自cos了哪吒的背影，拍照发出来，一头扎进2次元。你告诉我，这是那个沉默寡言、从不轻易夸人的星爷，这分明就是一个追星成功、兴奋到睡不着觉的隔壁老周啊！两代人不需要寒暄，不需要互关，不需要微博互动，更不需要商业互吹，镜头就是他们之间最坦诚的情书，票房就是彼此之间最响亮的回响。这种默契比任何热搜都高级，比任何通稿都真诚。请你停下来欣赏，那可能不是一个导演的偷懒，而是一个迷弟等了10几年终于等来的回响。那更不是一个老导演的江郎才尽，而是一个偶像用自己最体面的方式隔着荧幕说了一句我看见你了，而且你做得很好。戏里演的是逆袭，戏外写的是传承。饺子致敬了星爷的青春，星爷回敬了饺子的热爱，这波双向奔赴，我给满分，不接受反驳。